朋友们，问你一个反常识的问题：当英雄死光之后，历史还剩下什么？这不是一个无聊的假设，而是一个王朝真正的生死题。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东吴，站上了人生巅峰。爷爷司马懿熬死了诸葛亮，伯父司马师废掉了皇帝，父亲司马昭杀掉了皇帝。最后，这颗熟透的桃子稳稳落到司马炎手里。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场游戏，他拿到的绝对是神级账号，对手全灭，魏蜀吴的英雄死得干干净净，没人能打，资源满格，天下统一，国库充盈，士族支持，全天下的豪门大族都跟他穿一条裤子。按理说这应该是下一个大汉盛世的剧本，对吧？可这位新 CEO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躺平。他自己躺平还不够，还带头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炫富大赛。《资治通鉴》里有个著名的段子，叫羊车忘信。司马炎后宫的女人有多少？1万多，多到他根本不知道今晚该睡在哪儿。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坐着羊拉的车，羊停在哪个妃子门口，他就在哪儿过夜。这下后宫妃子们不研究怎么打扮了，改研究怎么种竹子、撒盐水。为什么？因为羊爱吃竹叶，爱舔盐水。朋友们，你想想，老板带头这么玩，底下是什么风气？上梁正下梁歪，那些顶级门阀的高管们玩得更花。这里必须请出2位大晋合伙人，一位是皇亲国戚王恺，一位是当时的首富石崇。这2人的斗富故事简直是《资治通鉴》里的黑色幽默。王恺为了炫耀，下令家里洗锅全用糖水。石崇一听，哼，我家做饭从来不用木材，全用蜡烛。王恺做了40里的子师布帐，石崇就做50里的锦布帐。王恺拿赤石子涂墙，石崇就拿花椒泥刷墙。王恺觉得这还不够，又搬出皇帝御赐的一株2尺多高的红珊瑚，得意洋洋地请大家参观。石崇看了一眼，抄起铁如意，啪的一声砸得粉碎。王恺惊呆了，你赔我。石崇笑了笑，别急。他让下人回家搬来一堆珊瑚树，3尺的、4尺的都有，随便挑。朋友们，读到这里，你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很像今天的爽文？但是司马光写这一段的时候，心在滴血。他看到的不是有钱任性，而是统治阶级的癌变。这不仅仅是浪费钱的问题，这是精神上的腐烂。这群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价值观已经彻底扭曲了。他们不以报效国家为荣，而以不负责任为荣；他们不以勤俭为德，而以挥霍无度为时尚。这就像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车，司机和售票员不仅喝大酒，还比赛谁闭着眼睛开车，结局是什么？车毁人亡。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层把炫富当成荣耀，把责任感当成笑话，那这个社会就不是在向上走，而是在向深渊滑。如果说奢靡只是让大巴车偏离了路线，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是司马炎亲手拆掉了刹车片。这就是著名的分封制。司马炎总觉得曹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帝太弱，没有自家人帮忙，于是一口气封了27个司马家的王爷，让他们带着兵去各地镇守。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一个集团老板怕外人抢他的公司，把业务切成27块，
分给亲戚们管，每人还配一支武装保安队。表面上看是自家人守自家人，实际上这是把炸药包提前埋到了自家院子里。更离谱的是，他选的接班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司马衷。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但对他那句千古名言定如雷贯耳。有一年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大臣们向皇帝汇报，司马衷皱着眉头，一脸天真地问：何不食肉糜？他们没饭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很多人笑他傻，但在真正读懂历史的人看来，这一点都不好笑，这非常恐怖。这说明什么？说明统治阶级和底层社会已经彻底物理隔绝了。在他们的想象里，肉粥已经是食物链的最底端。如果连肉粥都喝不上，那一定是假的。这不是智商问题，这是系统问题。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皇帝坐在权力的火山口上，他的周围围着一群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的王爷，他的外围还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五胡。这哪里是国家？这简直是一个摆满了炸药桶的仓库。而司马衷手里握着唯一的打火机，点燃打火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皇后贾南风。中国历史上女性掌权者有很多吕后狠、武则天强，但贾南风是纯粹的恶。她因为嫉妒，亲手杀死了太子。那太子不是她亲生的，这一刀捅穿了西晋最后的那块遮羞布。原本想造反又不敢造反的王爷们，赵王伦、齐王匡全跳出来了，皇后杀太子，这可是天大的理由。于是八王之乱爆发了。这不仅仅是宫廷政变，这是一场自杀式的内战。今天你杀进洛阳，明天我杀进长安，为了赢，这些王爷开始干一件最愚蠢的事，招募胡人雇佣兵。不管是匈奴人、鲜卑人还是羯人，只要帮我砍死我不喜欢的那个叔叔，我就给你钱、给地、给官。这就像什么？就像家里的两个兄弟打架，为了打赢对方，大哥把门打开，请来一群强盗帮忙。强盗进来了，忙帮了，人也杀了。然后强盗问：这房子不错，我不想走了，怎么办？故事的结局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悲剧。曾经在金谷园里斗富的石崇被拖到东市斩首，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这些人杀我是图我的钱啊。刽子手冷冷地回了一句：既然知道钱会招祸，为什么不早点散财做好事呢？曾经高高在上的晋怀帝被匈奴人抓去，穿着青衣给人针灸，受尽羞辱，最后被毒死。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中原大地，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彻底沦陷，汉族百姓被屠杀，幸存者拖家带口渡过长江，逃往南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西晋像一个绚烂的烟花，统一不过37年，紧接着就是长达300年的分裂。司马光写这一章时满纸愤怒，他想告诉后人一句话：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精英阶层是怎样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但是历史的魅力恰恰在于绝望中总有希望。当旧的贵族在战乱中死去，一群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在南方，一个叫王导的人试图用宽容重建秩序；在北方，那些被称作野蛮人的人开始学习如何建立文明历史的尽头。该转向东晋了。
如果你穿越成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你会绝望，你手里没兵、没钱，还没地盘，你带来的是一群北方难民。虽然是贵族，可人家江东大族根本看不上你。南方的顾家、陆家看你就像看要饭的，北人都死光了，跑我们这儿蹭饭。这时候，如果你想学秦始皇搞中央集权，分分钟被灭，怎么办？司马睿身边站着一个绝顶聪明的男人王导，王导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构成了东晋100年的政治基石，这就是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什么意思？就是皇帝司马家只做吉祥物，实际的权力、官位、土地全部切蛋糕，分给4家大族，王家、谢家分了最大的一块。大家可能觉得这皇帝当得太憋屈了，但在《资治通鉴》看来，这是最高明的妥协。在那种极度脆弱的时刻，如果还要争所谓的皇权威严，汉族政权早就完了。王导用了一种政之以静，我不折腾，大家随意的管理哲学，居然把这个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稳稳地按住了。靠着这种和稀泥的策略，东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该来的总会来。公元383年，北方最强的男人出现了。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北方，他带着80万大军南下，号称头鞭断流，杀气腾腾，准备一波推平东晋。东晋有多少人？只有8万，80万对8万，10比1，这就是送死局。这时候东晋朝廷乱成一锅粥，只有一个人在淡定地下为棋，他就是谢家的掌门人谢安。《资治通鉴》写这一段非常有画面感，前线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来，谢安看都不看，继续下棋。客人急得想跳楼，谢安淡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孩子们已经把强盗打跑，你以为他在装吗？不，他在打一场心理战。谢安心里清楚，这时候如果连他都慌了，8万人瞬间就会崩溃。他必须表演出那种已经赢了的气场，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战斗的过程不细说了，讲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体现的是文化的力量。两军隔着淝水对峙，东晋将领谢玄，也就是谢安的侄子，他对苻坚喊话：你们退后一点，腾出地方来，我们渡河与你们决一死战。按理说谁退谁是傻子，半渡而击，多好的机会。可苻坚太自信了，他想，我就退一点，等你们过河过了一半，我再杀你们。于是前秦下令后退。就在这时候，前秦军中的朱旭，一个被俘的东晋旧将，突然大喊了一嗓子：秦军败了！秦军败了！这一嗓子就像在火药味十足的仓库里扔进一个烟头，哪怕是谣言，在极度紧张的战场上也能变成事实。后面的士兵不知道前面为什么退，以为真败了，转身就跑，几十万人互相践踏，死者遍野，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2个成语都出自这里。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不是8万打赢了80万，而是有序，打赢了无序。东晋虽然弱，但大家是来保卫家园，有文化认同。前秦虽然强，但这80万人是抓来的壮丁，多民族拼凑，人心是散的。谢安赢在定力，苻坚输在傲慢。淝水之战给南方续了很多年的命，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滚到了南朝、宋、齐、梁、陈这里。
有一个最令人唏嘘的皇帝，梁武帝萧衍。你要是只看萧衍的前半生，他简直是完人，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勤政爱民，甚至规定老百姓可以直接去皇宫门口告状。他在位48年，是南朝最繁荣的时期，但他有一个致命的 bug， 信佛，而且信得走火入魔。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家的皇帝，他3次跑去同泰寺当和尚，大臣们没办法，只能凑钱，凑了1亿万巨款，把他从菩萨手里赎回来。这就很荒诞了。一个皇帝不治理国家，天天讲经说法，他下令全国不准杀生，祭祀祖先不许用牛羊肉，只能捏蔬菜面做的假牲口。他特别仁慈，看见死刑犯就哭，舍不得杀。资治通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仁慈是美德，但作为统治者，无原则的仁慈就是犯罪。因为这份仁慈，他接纳了一个来自北方的叛将侯景，所有人都告诉他侯景是条狼崽子，反骨仔，留不得。梁武帝说没事，我要用佛法感化他。结果呢，侯景之乱爆发了，侯景带着几千人就把皇宫包围了，曾经繁华的健康城变成了人间地狱。最讽刺的一幕来了，86岁的梁武帝被侯景关在台城的皇宫里，饿得头晕眼花。他想喝一口蜂蜜水，看守的人冷冷地说没有。这位统治南方半个世纪的菩萨皇帝最后活活饿死。在他死后，南朝彻底衰落，那个衣冠南渡，保留中华文明火种的南方，在无休止的内斗和虚伪的仁义里耗尽了最后一点元气。回顾前面的南方线，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西晋的奢靡让人看到富而无礼的可怕，东晋的偏安让人看到弱而有术的生存，南朝的萧衍让人看到仁而无断的悲剧。南方政权虽然精致、文化高，还有钱，但在这个乱世里始终缺一种东西：硬核的组织力。他们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太讲究门第了。每个人都在为家族打算，没人为国家拼命。而在那个被汉人看不起的北方，一场惊天动地的基因突变正在发生。简单说，北方就是一场吃鸡游戏，匈奴、鲜卑、羯、羌5个主要少数民族轮番上阵。今天你称帝，明天我屠城，复杂的国号不讲，只讲一个细节，你就知道有多恐怖。后赵的皇帝石虎，这哥们儿简直是魔鬼的代言人。他征调北方几十万汉人修宫殿，不想修，杀，想逃跑，杀。他死的时候，整个北方白骨露野，汉族人口锐减，到了灭绝边缘。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北方汉人，只有2条路，要么死，要么躲进雾堡，就是祝家庄那样的土围子，结寨自保。这看起来是一个死局，但这群野蛮人里出了一个异类，这个民族叫鲜卑，他们建立的朝代叫北魏。就在所有人忙着杀人的时候，北魏的皇帝在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们能在马背上打天下，但我们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答案是不能。如果继续杀下去，鲜卑人迟早也会被杀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惊人、最彻底，甚至可以说最变态的一次改革开始了。主角登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个人的狠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公元493年，他干了一件大事，
他对大臣们说，我们要去打南朝，统一中国。实际上呢，他是想借着打仗的名义，强行迁都，把首都从大同平城那个苦寒之地搬到洛阳，中华文明的中心。到了洛阳，大臣们不想走了，也不想打仗了。孝文帝说，行，不打仗可以，但我们要在这儿定居，而且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就是著名的全盘汉化，脱掉胡服，穿汉服，谁敢穿皮袄上朝，直接罢免。不说鲜卑话，说汉语。30岁以下的官员再说一句鲜卑话，降职改汉姓。皇室从拓跋改成原鲜卑贵族，纷纷改姓，独孤改刘，部六孤改陆。还有一条，鲜卑贵族必须娶汉族高门大姓的女儿。大家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学习先进文化吗？不，在当时鲜卑贵族眼里，这叫数典忘祖。皇上这是要让我们灭种啊！反对的声音大到什么程度？连孝文帝的亲生儿子太子元都受不了了。太子觉得汉服穿着别扭，汉语太难学，想偷偷跑回北方老家。孝文帝怎么做的？他亲自下令赐死太子，为了改革，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种决心震慑了所有人。鲜卑人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旧壳，融入了汉文化的血液。资治通鉴评价这一段极其悲壮。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获得了永生。他把草原的武力基因注入了汉文明的制度躯体，这就是后来隋唐盛世的源代码。这就像一家老字号，创始人觉得老工艺没有未来，亲手砸了祖传的作坊，全面换新生产线。老师傅们哭天抢地，连儿子都反了。可最后老字号活了，新品牌立住了，悲壮但管用。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魏，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一带，诞生了一个统治中国300年的超级天团。这个名字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叫关陇集团。在《资治通鉴》里，关陇集团的雏形源于一个叫宇文泰的人。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他手里兵不多，为了对抗东边的敌人，他发明了一种制度，府兵制，简单说，当兵光荣，全家免税。他把汉人的豪强和鲜卑的武将结合起来，分封了8个顶级柱石将军，史称8柱国。这8个人有多牛？我们看看这份名单，你会吓出一身冷汗。李虎他的孙子叫李世民，大唐皇帝李泌，他的曾孙叫李密。瓦岗寨的带头大哥杨忠，他的儿子叫杨坚。隋朝开国皇帝独孤信，这位更是神人。看懂这份名单了吗？后来的隋朝、唐朝其实都是关陇集团内部的家务事。杨坚夺了北周的天下，是外公抢了外孙的皇位。李渊夺了隋朝的天下，是表哥抢了表弟的皇位。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隋唐的辉煌，早在宇文泰建立这个军政合一的精英集团时，就已经注定了。这一章讲一个八卦，但这个八卦关乎国运。独孤信8柱国之一，号称天下第一帅哥，侧帽风流。他为什么牛？因为他特别会生女儿。他3个女儿分别嫁给了3个朝代的皇帝。大女儿嫁北周明帝当皇后，妻女儿嫁杨坚，就是著名的独孤伽罗皇后。
四女儿嫁李妃，生了个儿子叫李渊，大唐开国皇帝。如果你是独孤信过年发红包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大女婿是皇帝，二女婿是皇帝，外孙还是皇帝，三个朝代流着独孤家的血。这不仅仅是巧合，这说明当时胡汉融合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无论是弘农杨氏还是陇西李氏，这些汉族高门都必须通过和鲜卑贵族独孤氏联姻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种混血的基因造就了后来的唐朝皇室，他们既有汉文化的深沉与谋略，又有草原民族的开放与彪悍，所以李世民才敢杀兄逼父，这是草原习气。所以武则天才能当女皇，因为鲜卑女性的地位高。好了，到这里北方的故事线就清晰了。经过200多年的大乱斗，北方完成了一次系统升级。软件是汉文明的制度，儒家加官僚体系；硬件是游牧民族的武力，府兵制加关陇集团这台超级机器已经组装完毕。它的名字叫随驾驶员，叫杨坚。他即将发动引擎，南下灭掉那个还在唱后庭花的陈朝，结束长达400年的分裂。公元589年，中国历史的高光时刻，隋军渡过长江，灭掉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那个写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带着2个宠妃躲在井里，被隋军像拎小鸡一样拎了出来。至此，分裂了近300年的中国终于统一了。大家觉得新皇帝杨坚肯定是个霸气侧漏的人物吧？完全不是《资治通鉴》里的杨坚，人设非常奇葩。第一，怕老婆，他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妻管严，皇后独孤伽罗就是独孤信的女儿，不许他碰别的女人。有一次，杨坚偷偷宠幸了一个宫女，独孤皇后趁他上朝，直接把宫女杀了。杨坚气得离家出走，跑到山里哭，说我当皇帝当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第二，抠门，他对自己抠，对大臣也抠。他下令修建的韩家仓，粮食存了50年都不坏，但他舍不得给老百姓吃，甚至连守边疆的战士都舍不得给。但他是一个顶级的管理者，他用这种近乎变态的抠门和严谨，迅速恢复了国力。隋朝的人口激增，仓库里的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了。这时候，一个巨大的隐患出现，谁来接班？杨坚的大儿子杨勇，喜欢奢侈，喜欢女人，像个正常人。杨坚不喜欢他，觉得他不像自己。二儿子杨广看准了老爹的心理，开始了一场奥斯卡级别的表演。杨广是个什么人？在史书里，他被描绘成色鬼、暴君，但在他当太子之前，他是全天下公认的完美偶像节俭。他知道老爹抠门，故意把琴弦弄断，把衣服弄旧，穿给老爹看，专一。他知道老妈善妒，就在府里只留几个又老又丑的佣人，只跟正妻萧妃生孩子，谦卑。他礼贤下士，见到大臣的车都要停下来行礼。杨坚和独孤皇后感动坏了，这孩子太像咱们了，这才是大隋的希望啊！于是废了长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资治通鉴》在这里给出了一句著名的评价：大坚是忠，大伪是真。注意，杨广不是坏，他是深，这种深不见底的城府让他骗过了所有人，包括他精明的父母。等到杨坚病重，发现杨广调戏自己宠妃的真相时，已经晚了。
史书上有个恐怖的传闻，杨坚死的时候，杨广就在隔壁大臣出来宣布，皇上驾崩了。但没人知道杨坚是被气死的，还是被人为加速了。不管怎样，公元604年，杨广登基，面具终于可以摘下来了。杨广一上台，立刻从省钱模式切换到烧钱模式。他干了3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修东都洛阳，每月役使200万人。第二，修长城，累死的人不计其数。第三，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全长2700公里。很多人骂他修运河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看美女，这是地摊文学的误读。在《资治通鉴》的视角里，杨广修运河的逻辑非常硬核。经济逻辑，经过几百年战乱，北方被打烂了，但南方江南很有钱，他必须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喂养军队和京城。政治逻辑，关陇贵族的基本盘势力太大，他要控制南方，必须有一条水上高速公路。这件事功在千秋，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大运河。但问题是罪在当代。杨广的问题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太急。他把爷爷辈、父辈、儿孙辈要干100年的工程压缩到10年里干完，甚至连那项伟大的发明科举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为什么要搞科举？是为了公平吗？不，是为了抢权。杨广受够了那些关陇贵族、李家、独孤家，他要通过考试提拔寒门子弟，把权力收回到皇帝手里。如果杨广能多活20年，再慢一点，他可能是千古一帝，但他停不下来。压垮大隋的最后一根稻草叫高句丽。杨广为什么死磕高句丽？因为他不允许在他的天朝体系里有一个不听话的小弟，而且打高句丽还能消耗国内那些听话的贵族兵力。于是他发动了3次远征，第一次113万士兵，后勤民夫200万。哪怕在今天，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兵团。结果惨败，不是打不过，而是杨广为超太多。他坐在后方，遥控指挥前线将领，连进攻都要写邮件请示，等回复回来。战机早没了，他不服，接着打第2次、第3次。这时候国内终于炸锅了，老百姓不种地了，男人都被抓去当兵当民夫，死在辽东的黑土地上。山东爆发了王勃起义，那首著名的《吴项辽东浪》死歌传遍天下，别去辽东，白白送死。就连杨广的亲信礼部尚书杨玄感也反了大隋的崩塌，不是像西晋那样慢慢烂掉的，而像一个心跳过速的巨人，突然血管爆裂。故事的结局有一种荒诞的美学。公元618年，杨广躲在江都，就是今天的扬州。北方全是义军，李密、李渊、窦建德，他回不去了。他也知道自己完了。他每天对着镜子摸自己的脖子，跟萧皇后说：好头颅，谁当换之？这么好的一颗头，不知道会被谁砍下来。他猜到了开头，没猜到结局。杀他的不是农民起义军，也不是李渊，而是他最信任的禁卫军萧果军。带头的是他宠臣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叛军冲进宫殿时，杨广维持了最后的尊严。他说：我是天子，怎么能用刀杀？给我一杯毒酒。叛军说没有。最后杨广解下自己的腰带，
让叛军用腰带把自己勒死。那一年他50岁，大隋恶逝而亡，享国37年。隋朝是一个悲剧的早产儿，他就像一个极其勤奋的包工头，累死之前把地基打好了，墙砌好了，运河挖通了，制度建好了，然后他倒下了。这时候一个叫李渊的人，也就是杨广的表哥，带着他的儿子李世民走进了这座装修好的房子。他们只需要换一块牌匾，把隋改成唐，然后修修补补，休养生息，一个伟大的盛世就诞生了。历史最大的讽刺就在这里，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其实都在吃杨广的尸体。唐朝的制度是隋朝定的，唐朝的粮食是隋朝存的，唐朝的运河是隋朝修的。但李世民比杨广聪明在哪里？李世民一辈子都被杨广的鬼魂缠绕，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千万别像我表叔那样急。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大隋留下的这艘巨轮，开创了贞观之治。在他的治理下，中国进入长达100年的超级稳定期。但是历史的诅咒并没有消失，它只是睡着了。当时间来到100年后，李世民的重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登场了。这时候的大唐富得流油，已经没有人记得杨广的教训，也没人记得创业的艰难。等一等，你记住一句话，盛世往往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选一个既生瑜何生亮的皇帝，那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如果死在50岁，他就是千古一帝，连李世民都得靠边站。他在位的前半段叫开元盛世，那时候的大唐有多富。杜甫有句诗：稻米流子粟米白，公司仓坎巨丰实。老百姓家里不需要锁门，因为没人偷东西；出远门不需要带干粮，因为到处都有人请客。李隆基本人简直是文武全才的顶配，懂音乐，他是梨园祖师爷，能亲自作曲，指挥几万人的乐团。那首《霓裳羽衣曲》就出自他手。懂政治，他重用了姚崇、宋捆这些顶级宰相，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懂军事，他把大唐疆域推到中亚，万邦来朝。但是就像所有恐怖片的开头，当一切看起来太完美的时候，鬼就要出来。这个鬼不是别人，是时间。李隆基活得太久了，他在位44年，当一个英明的皇帝，变成一个倦怠的老人。他最怕的不再是什么饥荒战乱，而是无聊。在那个著名的胖子安禄山出场之前，必须先讲一个极其枯燥但关乎大唐生死的制度问题——兵制。还记得前面的府兵制吗？就是那个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全家免税的制度。这曾是大唐无敌的根基，但到了李隆基这一代，这个制度崩了。为什么？因为人口太多，地不够分了，老百姓没有地种，就不愿意当府兵。没人当兵怎么办？李隆基想了个办法，花钱雇人，这就是募兵制。听起来没问题，但在《资治通鉴》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 bug。府兵听谁的？听国家的，因为地是国家给的。雇佣兵听谁的？听给钱的那个将军，也就是节度使的。于是一种新的怪物诞生了，节度使。他们不再是国家的将领，他们变成了拥有财政权、行政权、军权的土皇帝。而此时的李隆基在干什么？他在沉迷杨贵妃的温柔乡，他在看霓裳羽衣曲的彩排，他觉得外面的事交给那几个能干的节度使不就行了吗？
如果制度是干柴，那么点火的人就是宰相李林甫。在《资治通鉴》里，李林甫是仅次于秦桧的奸臣，但他奸得很有水平。他的绝招叫口蜜腹剑，嘴上甜如蜜，肚子里藏着杀你的刀。李林甫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置，定下了一个可怕的规矩，绝不让汉族将领当节度使。为什么？因为汉族将领，比如王宗室，如果立了军功，就会回朝廷当宰相，威胁他的地位。那用谁呢？用胡人。李林甫对李隆基说，胡人没文化，不懂政治，只知道打仗，这种人最听话，最适合当看门狗。李隆基一听有道理，准了。于是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这些原本处于边缘的胡人将领，迅速掌握了大唐最精锐的部队，其中最强的一个就是安禄山。他一个人身兼3镇节度使，范阳、平卢、河东，手握大唐近一半边军。而李隆基还在皇宫里把他当成一个会跳胡旋舞的可爱胖子，甚至让杨贵妃收他当干儿子。朋友们，这哪里是干儿子？这是养在卧室里的一只老虎。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借口是清君侧杀杨国忠，也就是杨贵妃的堂哥。很多人以为大唐军队会像以前一样，分分钟灭了叛军。结果呢，渔阳鼓动的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的大军一路南下，像切豆腐一样切开了大唐的防线。为什么？因为内地陈平日久，几十年没打仗了。那些守城的士兵看到安禄山的狼牙棒，腿都吓软了。最讽刺的一幕来了，李隆基听说安禄山反了，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他是我的乖儿子。等确认是真的，他才慌了神。他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和皇子皇孙连夜逃出了长安。这一逃，标志着盛唐的终结。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城被叛军洗劫一空，李白的诗、杜甫的酒、张旭的草书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接下来是整部《资治通鉴》里最残忍的一个场景：马嵬坡逃亡的路上，走到马嵬驿、陕西新平，护送皇帝的禁卫军不走了，大家又饿又累，看着前面那个还在吃香喝辣的宰相杨国忠，怒火中烧，士兵哗变了。他们杀了杨国忠，把头挂在驿站门口。但这还不够，带头的将军陈玄礼对李隆基说，贼本尚在，祸根还在。李隆基装傻，杨国忠不是死了吗？将军指了指皇帝背后的帐篷，那里躲着杨贵妃。士兵们的逻辑很简单，你是皇帝，我们不敢杀你，但你的错误，宠信奸臣，荒废朝政，必须有人买单，这个单只能由你最爱的女人来买。72岁的李隆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在这一刻只是一个为了活命而抛弃妻子的懦夫。他掩面而泣，挥了挥手。杨贵妃被高力士勒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死的时候她38岁。士兵们看到贵妃的尸体，终于满意了，高呼万岁，继续护送皇帝上路。你看，这就是权力的代价。权力失控的时候，没有任何温情可言，哪怕是在天愿作比翼鸟爱情，在兵变的刀尖面前，也只是一个用来平息愤怒的祭品。安史之乱最后平定了，靠的是什么？借回纥兵，加上郭子仪苦战。
但大唐的脊梁骨已经断了。从此以后，大唐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中央政府没有兵，只能靠节度使给面子。宦官开始掌权，因为皇帝再信任武将和文官，老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写下字字泣血的三吏三别。接下来的150年，大唐就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里苟延残喘，直到有一天，一个叫朱温的流氓彻底拔掉了他的氧气管。在《资治通鉴》里，朱温是恶的极大成者，他不是曹操那种奸雄，他是纯粹的流氓。他本来是黄巢起义军的小弟，后来投降唐朝，反过来杀以前的兄弟。他杀人如麻，把活人当军粮，他荒淫无度，连儿媳妇都不放过。但他有一个特质，狠在那个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时代，流氓往往活得最好。公元904年，朱温觉得唐昭宗不听话，派人杀了皇帝。杀了皇帝还不够，他觉得朝廷里那些自命清高的贵族太烦人，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发生了——白马驿之祸。这不仅仅是一次屠杀，这是文化的断根。朱温的谋士李政是个考不上科举的落第秀才，他对那些名门望族恨之入骨。他对朱温说，这些大官以前自称清流，看不起我们，今天不如把他们杀光，扔进黄河，让他们变成浊流。朱温一听，好主意，于是在华州白马驿30多位大唐最顶级的宰相、高官、裴叔、独孤损、崔远被集体处决，尸体扔进滚滚黄河。这标志着什么？标志着从东汉以来统治中国近800年的氏族门阀体系彻底灭亡了。还记得第1章的王家、谢家吗？还记得第3章的关陇集团、独孤家吗？在这一刻，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被这个流氓时代冲进了下水道。从此以后，中国再无贵族，剩下的只有2种人：拿刀的军阀和种地的百姓。大唐灭亡后，中国进入5代十国，这53年就像按了快进键。中原换了5个朝代，梁、唐、晋、汉、周换了13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不到4年。为什么换得这么快？因为这个时代的逻辑变了。以前当皇帝要讲血统，讲德行，现在呢，5代一个军阀安重荣说了一句千古实诚话：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也。只要我兵强马壮就能当皇帝，还要什么血统？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巅峰。儿子杀老子，朱友圭杀朱温，弟弟杀哥哥，李从珂杀李从厚，大臣引外敌，石敬瑭引契丹人灭后唐。老百姓呢，像草芥一样，军队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没粮食了就吃人。这在5代史书里屡见不鲜，这是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地狱。司马光写到这里，笔尖都在颤抖。他不仅是在记录历史，更是在问：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杀下去吗？谁能来终结这个恶性循环？终于救世主来了，但他不是靠杀人，而是靠做局。他叫赵匡胤。公元960年正月初1，边关传来急报，说契丹人打过来了，其实是假情报。赵匡胤带着禁军出征，走到陈桥驿这个地方，大家喝醉了。第2天醒来，赵匡胤发现自己身上披了一件黄袍，手下的兄弟拿着刀喊：点检做天子，点检做天子。这就是陈桥兵变，大家都，这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但他牛就牛在不流血。他进京城，下令军队不许抢劫，不许杀前朝皇室的财家，这在五代十国是不可想象的。老百姓本来都准备逃难了，结果发现，这回怎么不杀人？但赵匡胤心里清楚，我今天是靠兵变上台的，明天我的手下也会学，我也会把黄袍披在别人身上，这个死循环必须在我这里终结。赵匡胤没有像朱温那样杀功臣，也没有像刘邦那样设鸿门宴，他组了一个史上最高端的局，杯酒释兵权。建隆2年的一个晚宴，赵匡胤请石守信等几个拜把子兄弟喝酒，喝到一半，赵匡胤开始叹气，做皇帝太难了，不仅睡不着觉，还天天怕被人杀。兄弟们吓坏了，大哥，谁敢杀你？赵匡胤说，你们虽然不想杀我，但你们的手下要是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干也不行啊。兄弟们一听，跪在地上磕头，陛下救命。赵匡胤给出了他的商业解决方案，人生苦短，不如多积点钱，买房子买地，留给子孙，天天喝酒看美女，不好吗？咱们君臣之间没有猜疑，这才是双赢。第二天，所有大将集体交出兵权，告老还乡。赵匡胤兑现承诺，给了他们巨额财富和最好的待遇，甚至和他们结为亲家。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的交接，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转型。赵匡胤用钱买断了武将的政治野心，从此宋朝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中国历史从武人政治谁拳头硬听谁的，转向了文人政治，谁读书多听谁的。虽然这导致后来的宋朝军事软弱，总是挨打，但它彻底终结了那种每隔几年就换皇帝，杀得血流成河的内乱模式。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种地做生意了，这就是文明的胜利。资治通鉴就写到公元960年，五代结束，戛然而止。为什么不写宋朝？因为司马光是宋朝人，当朝的事不能写，也不敢写。但他把这部书献给皇帝宋神宗的时候，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陛下，您看看这1300多年的历史，从三家分晋的礼崩乐坏，到汉唐盛世的辉煌，再到五代十国的地狱，历史就像一个回旋镖，凡是修德行、守规矩、爱百姓的朝代，虽然也会亡，但那是寿终正寝；凡是玩权术、坏规矩、暴虐无道的朝代，比如秦，比如隋，比如五代，死的都很快，而且死得很惨。司马光最后留给读者的只有8个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我们读《资治通鉴》，不是为了学那些阴谋诡计，而是为了看透了人性的黑暗之后，依然选择相信规则，相信文明，相信善良的力量。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当英雄死光之后，历史还剩下什么？答案是：英雄会死，王朝会亡，但教训不会。它像一根刺，扎在每一个时代的掌权者心里，扎得越深，醒得越痛。朋友们，40分钟的旅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几十分钟，我们跨越了上千年。如果你听完觉得意犹未尽，甚至觉得背脊发凉，那就对了，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它不负责让你爽，它只负责让你醒。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我们下本书再见。